塔曼山步道时而出现视野几乎无法穿透的密林，这等景象亦被山友形容为《阿凡达》电影的科幻场景。步行其中弯腰扭头东转西拐，时常会搞不清楚前进方向为何。若遇到下午雾气扬起之时，整片森林可能就会由科幻瞬变成恐怖的感觉了。虽然登山口位于桃园县复兴乡，但塔曼山却是新北市第一高峰。上午接近10点才由云和露营农场出发，步行几分钟即可抵达登山口。靠近塔曼山大水塔登山口时，几乎只要能停车的地方都停满车子，可见此地停车不易啊。登山口有很明确的塔曼山入口标志，沿路亦有电信讯号畅通区域的标示，且由入口开始有1到34的计数牌，山友只要沿着计数牌数字前进，即可明了位于步道的相对位置。步道某些路径因为坡度因素或避免山友误入歧途，会有绳索附挂于正确步道之上，一则协助上坡攀爬，二则标示正确路径。沿路盘根错节的树根步道为塔曼山的一大特色，亦因此形成上山容易下山难的窘况。上坡时，前脚掌可以置入树根缝隙，踩稳上行还算可以；下坡时，脚跟不易放入缝隙且树根又滑，行于其间必须如履薄冰的小心翼翼行走，不然甚易发生滑倒的惨事。整条步道几乎晒不到太阳，行走期间如沐春风。对于怕曝晒于阳光之下的靓女们，此处算是相当亲民的一条登山步道。或许是因为树木蔽天形成湿润的环境，沿路可见各式鲜艳色彩的蕈类，有的从地底冒出，有的附着于树干上，为这个充满绿荫的森林添加五彩缤纷的颜色，也使得徜徉林间的我们开心前行。由登山口开始倒数，每100公尺即会有一块距离山顶的指示牌，让山友清楚了解距离，免于听闻下山山友快要到了的加油声而受误导。走到林香茂密之处，眼前视线立即暗淡下来，着实让置身密树林间之人感觉时间似乎快转好几个小时，仿佛来到下午时分一般。塔曼山步道的上坡路段较易出现树根路径，走到平缓的山脊部位，路径则会呈现满布树叶的泥土路面，这一来一往，何种路径较好走历见真章。有些路径必须走过倒卧大树，犹如原始森林跨越溪河一般，纵然倒卧大树下方并非潺潺流水，但依然需要步步为营小心通过。踩着宛如地毯的松软枯叶，一步一步缓慢穿越眼前的密林，这等爬山的状况才真正像是登山的感觉。纵然路径看似清楚，但常常走着走着就会发现偏离路径，所以时时注意登山步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形容塔曼山巨木参天真的一点都不为过，步道上时常出现必须仰头，仰头再仰头，方能见到树梢的景象，而且各类树形千奇百怪各一其趣。步入原始山林里，必须战战兢兢时刻留意，注意地面高低隆起，小心抬头撞到树干，更需留意是否走在正确路径，一切的一切，小心为上。沿路穿越大小树干及不似路径的路面，若非树干上的红色登山布条，真的很难识别应该往哪个方向前进。森林里时可见到高耸入云的苍天巨木，有些树根隆起的巨型块木，行走穿过树根洞穴时，还可以闻到浓浓的块木香味，犹如置身芳香疗法之中。路途过半后，路径两旁的景象逐渐改变，步道的路面也由盘根错节的树根路，渐渐变为潮湿难走的泥土路。有些地方的高低跨度颇巨，一般个子较为娇小的山友，上下行时可能需要手脚并用努力攀爬，搞得整条裤子泥泞不堪，亦在意料之内。步行至最后500公尺时，不知是心理因素或是其他原因，总觉得后面的路程指示牌出现的较为频繁，到底是我们走得比较快，还是摆放的位置不准确呢？来到29的标示后，原想看到这些阶梯应该离山顶不远了，而且阶梯应该比较好走，谁知登顶的这几百公尺，仍藏许多难关考验登山客的体力与毅力。阶梯可能受到雨水冲刷，原本供踩踏的梯面逐渐消失，
仅剩阶梯的木板与下方挡土墙，步行其上，若踩踏在阶梯的木板上会有滑倒的疑虑，故而仅能一步一步跨阶而行。走着走着，上空渐渐明亮，两旁的蕨类植物一显亮绿，纵然路径依然湿润难行，但想必离山顶应该不远了。行100里路半9时，许多路面依然潮湿难行，只能小心翼翼踩着突出的树根，稳稳地一步一步向前推进。前方视野豁然开朗，看见太阳能板即表示山顶已达，但真正的三角点位置在太阳能板的右方，需由右方岔路前行。标高2130公尺的塔曼山，山顶有一颗3等三角点基石，三角点附近都被高山杜鹃与其他树种给包围，立于其中完全没有景观可看，视野更是被限缩在树林之中，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与三角点拍完照，就匆匆下山了。此行由露营区出发，上山时间耗费2小时46分，全程总计耗费5小时13分，时间涵盖登顶后的午餐用餐时间。